伦爱过的女人里啊，昆凌并不是最美的一个，她不如蔡依林有才华，也没有侯佩岑的知性优雅。难道她仅凭比周杰伦小14岁就能成功坐上天王嫂的宝座吗？2010年，昆凌还是个17岁，刚刚中专毕业的混血内模，因为在娱乐圈混不出头，只好跑到朋友工作的潮牌店打工糊口。但她做梦也想不到，这家店的幕后大老板竟然就是光芒万丈的天王周杰伦，这简直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剧本开局啊！一次偶然来店里视察的周董，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打工妹，恰好他当时正在为新歌《你好吗》的 MV 选角，面试了3000佳丽，最后偏偏就选中了昆凌。这消息一出啊，舆论直接炸了，都说天王这是选了个灰姑娘。对昆凌来说啊，这更是天上掉下来的巨型馅饼。据说啊，被幸运冲昏头脑的她，立刻就和当时棒棒糖的男友李泉分了手，转身就奔向了周董的怀抱。说白了，当命运的头等舱船票打到脸上时，谁还愿意坐绿皮火车呢？2011年，两人绯闻传出，但有了侯佩岑那段被狗仔队搅黄的前车之鉴，周董这次学精了，对这段关系拒不承认。这要是换做别的女生啊，早就开始闹了。可当时只有18岁的昆凌，却展现出了与年龄极其不相符的高段位。她不仅没闹，反而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隐形人，默默地当起了那个被周董藏在金屋里的娇美人。一藏啊就是3年，这3年里她是怎么做的？咱们先来画一下重点啊，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科技。第一招，绝对听话。周董的前2任，一个是唱跳天后，一个是金牌主播，哪个不是有主见有事业线的大女主？但昆凌不一样，她的核心竞争力就是4个字儿：唯命是从。她从不骄纵，从不提过分的要求，周董说什么就是什么。第2招，极致隐忍。她没办法和男友像普通情侣一样逛街看电影，只能以朋友的名义谈着地下恋。这期间她还得自己学会躲避狗仔，应对媒体的追问，谎称朋友。所有的一切她都做得驾轻就熟，没给周董添过半点麻烦。换做别的女生，早就把小作文控诉800遍了。但昆凌呢，她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完美的背景板，不吵不闹，不争不抢。第3招，搞定周妈妈。在周董的世界里啊，搞定她本人，你只算成功了一半。真正的终极 BOSS 是叶惠美女士。昆凌深知这一点，她用她的乖巧体贴和那份不惹事儿的低姿态，成功赢得了周妈妈的满心欢喜。甚至在周董脊椎炎发作、最狼狈不堪的时候，也是昆凌和周妈妈一起守护在她身边。看到这里，你明白了吗？周杰伦在经历了2位势均力敌的天后级女友后，他真正想找的或许已经不是一个并肩作战的战友了，他想找的呀，是一个能让他彻底放松、安心做回那个爱打游戏、需要人照顾的周同学的港湾。而昆凌恰好就是那个最完美的港湾。那么昆凌这种牺牲型的人格又是如何养成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她那破碎的原生家庭了。昆凌3岁时啊，父母就离了婚，她从小跟着澳洲籍的父亲生活，后来继母进了门，就把她视为眼中钉。缺爱的她偷偷存钱，想跑去韩国找自己的生母，汲取一点温暖。可没想到啊，母亲早已重组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孩子。那一刻，她最后的幻想也破灭了，浑浑噩噩长到14岁，由于极度缺少关怀，对博取关注有着天然渴望的她，选择从中专辍学，一头扎进了当时的内模风潮里。她参加了一档叫《我爱黑社会》的节目，起初啊，那张新鲜的混血脸确实让观众眼前一亮，但当时她还没长开，美貌不足，稚嫩有余。在那个从不缺美女的台语圈，她只留下了几段摇头晃脑的蹩脚舞蹈，不到2年就被其他新人给顶替了下去。可以说啊，在遇到周杰伦之前，昆凌的人生是一连串的失败和被抛弃，这也让她过早的明白了，作为一个没什么背景和才华的女孩，想要逆天改命，靠自己太难了。所以当周杰伦这个天王级的机会出现时，她才会用尽全部的力气，以一种近乎卑微的姿态牢牢的抓住。她愿意用3年的青春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最终啊，她赌赢了。22岁那年，她就穿上了周董为她定制的婚纱，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2件大事。所以呀，昆凌能成为天王嫂，靠的真的是年轻吗？年轻只是她的入场券，真正让她坐稳这个位置的是她那份被破碎童年磨砺出来的对家的极致渴望，和她那份懂得在什么时候收起锋芒，什么时候扮演一个完美伴侣的超高情商。说到底啊，她比任何人都更懂周杰伦的需要。